于饮食方面的养生之道，我们最常听到的呢，就是吃饭7分饱就好。可是新加坡是个美食天堂哦，这个诱惑重重。像我最喜欢吃呢，就是茶粿条，而且呢要有越多猪油越好。如果要我控制在7分饱就停了，我觉得这可能是有点困难的事哦。我有的时候呢，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些吃播博主，还有这个大胃王，他们的食量这么的大，可是身材还是保持得这么好，心里会有点不平衡的。所以这个吃的7分饱养生法到底怎么帮到我们养生？我看我要请专家向他讨教一下。7分饱呢是一种感觉，就是说你吃饭呢吃到一定程度，你觉得说，我现在已经不饿了。然后呢，如果让你吃，你其实还吃得下。可是你把食物撤走了，你也觉得说没有关系了，就这个状态就差不多叫7分饱。正常来说，我们胃的容量呢，差不多是1000到1500毫升之间。然后呢，你7分饱差不多就是800到1200毫升之间，所以你按这个量呢，适当的去调整。但是这种感觉是因人而异，因为有一些可能它的胃容量会相对多一点。那我们都说嘛，要吃7分饱呢是最养生的，其实它的好处在于哪里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7分饱呢，它提醒我们说，你饮食呢要适当，你不能太饱或者不能太饿，因为7分饱的一个状态呢，刚好就是够我们脾胃去吸收啊，去运化，提供我们的能量。那么你如果呢吃得太少的话呢，你的能量不够，那么你人呢就容易疲劳啊，引起一些气血不足的这些现象出来。那如果你吃太多呢，你不但不能把这些食物全部吸收消化掉，提供能量，而且会给脾胃造成负担，那么就会造成一些胃酸倒流等一系列的脾胃的问题，然后脾胃问题又会影响其他脏腑的问题的出现。脾胃呢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脾胃一旦受损呢，会影响其他的脏腑。那么呢，我们养生的关键就是要保护我们的脾胃。那么7分饱呢，就是保护脾胃的一个重要的守则之一。那么医师，我们在进行这个7分饱用餐时，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吗？首先食物的选择非常重要，要保证每一餐的营养都均衡。而且从中医的理论来讲我们有5色入5脏的说法。这个5色呢，可以起到一个保健的作用。白色是养我们的肺，比如说花椰菜啊、白萝卜啊、白肉啊，这些是入我们的肺的。这个绿色的话我们就入肝，所以它可以养肝。OK。黑色的都是入我们的肾脏，可以养我们的肾的，比如说黑芝麻呀、黑木耳啊。红色呢入心，可以养心，比如说西红柿啊、胡萝卜啊，这种红色的它就可以养心。黄色的话呢，它入脾脏，比如说玉米啊这种黄色的东西呢，它能养脾胃。所以每一餐呢都确保有这5个颜色吗？每一餐都有是最好的。比如说你脾胃比较弱可能你黄色的食物就相对多一点点，这样子进行加减。那除了食物的选择，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我们要注意的吗？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消化跟代谢能力。良好的消化能力跟代谢能力呢，可以确保食物被充分的吸收。那么我觉得好奇的就是有一些这个吃播博主还有大胃王呢，他们的食量其实蛮大的，可是他们的身材呢却能够保持得很好，是不是他们的代谢功能还有他们的这个消化系统非常好？首先呢，有一部分人他的代谢呢、消化功能呢比较好，是因为他通过大量的运动去消耗这些能量。有一些大胃王呢，他天生的胃容量比较大，胃壁的弹性就很差，它能容纳很多食物。可是我们普通人呢，就最好不要尝试。对，可是我们普通人如果偶尔就吃多了，我们就只能通过运动来增强我们的代谢能力。7分饱养生是建立在不过量进食以保护脾胃的基础上。那在进行这个7分饱用餐法时，我们要注意2点。第一点呢，就是要摄取有营养的食物；第二点呢，就是要提高自己的消化能力，还有新陈代谢能力。那我就认识一位女艺人她的新陈代谢和她的消化能力应该是非常的棒的，因为她虽然食量大，可是呢，却能够吃出一副好身材哦。其实Denise，我一看你呢，就知道你就是健康的写照。所以有没有什么这个饮食方面的秘诀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但是我的饮食方面呢，我的食量还蛮大的，所以我会控制我自己，就是在一天里面我会吃很多餐，但是都是比较小的分量，因为会有点不舒服。如果你吃太饱的话，那么你平常呢会做些什么运动啊？我平时就有健身的习惯，比较激烈的运动会比较少一些。
那我有一个运动啊，想要介绍你。婉蓉老师你好，老师你好。我听说普拉提能够帮助到人体这个消化系统，帮它加强它，是吗？对，没有错。普拉提的话，它是透过特殊的呼吸方式，然后去启动我们的深层核心，对我们深层核心肌群去加强训练，以及提高我们人体的动作控制。那我们普拉提的呼吸方式跟其他的运动有一点不一样，它是比较强调的是我们的全胸廓式的呼吸，意思就是说我们会用鼻子吸气，嘴巴吐气。然后把气会吸到我们肋骨的旁边跟后侧这2个地方稍微多一点，因为我们平常这2个地方的话是比较少去运用。那透过这样的呼吸方式的话，它可以让我们的横膈膜发挥到最好的功效，所以进而去帮助我们的消化系统。那老师，今天是我的第1次做普拉提，也是我的第一次，也是你的第1次，所以老师要请你多多指教。没问题，没问题。接下来我要跟你们介绍的是我们普拉提里面一个很有名的动作，叫做美人鱼侧姿。那这个动作的话，它是去增加我们胸廓的活动度以及脊椎的灵活度。那增加这2个地方的活动度的话，再配合上我们脊椎的动作，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按摩我们的内脏器官，所以可以去帮助我们的消化的功能。接下来的这个动作呢，我会带你们做一些肩膀、胸廓以及脊椎的那个活动。我们去增加胸廓这个地带的活动度的话，它其实可以提高我们的呼吸功能。你的整个胸廓比较灵活的话，就是会让我们的横膈发挥它最好的功效，进而去提高我们的消化的功能。普拉提呢，其实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因为这些动作都好像很容易做。可是在这个核心床上呢，因为它有阻力嘛，只是做短短的半个小时，我真的是感觉到我的肌肉有被运动到哦，因为感觉到有一点点累。所以接下来我会教你们一些把脚放在绳子上的动作。然后再配合那个全胸式的呼吸，然后它其实也可以锻炼到我们的骨盆底肌，因为我们的骨盆底肌跟我们下段消化系统它是有点连接，所以我们配合脚的活动的话，它可以去改善我们的一些便秘的情况。对，普拉提这个运动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的时候会有点吃力。最高难度的动作就是最后一个动作。如果你们这个都还蛮 OK 的话，那我们可以加上一点翻转的动作。所以一个吸气，先把你的脚先往上带，然后吐气的时候嘞，我们让我们的绳子帮忙我们多一点点，骨盆往上卷，脊椎一节一节的卷起来。所以我们的脚会带到大概你的脸的地方。上卷，脊椎一节一节的卷起来，所以我们的脚会带到大概你的脸的地方，让你的身体高度保持不要变。一个吸气，膝盖弯曲，然后吐气之后，再把脊椎一节一节的放回来。到下不去的时候，再把我们的脚跟拉向脚架。哇，好高难度，复杂。把轮到我们了。我们的脚要往上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害怕，因为我会担心我会可能往后退还是什么的。对，脊椎一节一节的起来。对，好了，慢慢起来。对，一个吸气，膝盖弯，身体高度不可以变哦。撑住，撑住，撑住。对，膝盖弯曲，膝盖弯曲。好，身体不掉下来，撑高一点点。对，很好。对。所以骨盆慢慢放下来之后，再把你的脚往斜前方推出去，先弯一边的膝盖就好。然后你把你的绳子拿掉，拿掉之后，你把你的左脚先踩回脚架上，还好吗？差点飞出去。那如果我们在家里没有这样的一个仪器的话，那我们可以用些什么动作来取代吗？那我们其实有几个垫上的动作可以去取代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些动作，比如像我们第一个动作那个美人鱼侧姿，它其实也是可以在垫上进行的。第二个拉绳子的动作，我们其实也有类似一样的拉弓箭的动作，在垫子上可以取代我们今天学习的那个卷过去脚的动作的话，我们可以放一张垫子，就有点像臀桥的姿势，然后再配合我们的脚的动作，去加强我们的骨盆底肌的训练。哇，现在是午餐时间哦，要记得吃的是7分饱，营养呢还是要很均衡。再看看这里头有什么选择，这有炒饭摊哦，这鱼片汤听起来就很健康哦。OK， 肉骨茶炒粥、鸡饭、海南鸡饭，我爱吃的。
嗨，你好，我要吃这个鸡饭套餐。吃7分饱来养生呢，要确保自己能够摄取充足还有均衡的营养，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我觉得更容易的呢，就是不如索性吃少点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可是问题就出在，一旦我这样做的话呢，我的肚子就会开始很容易饿。那一开始饿起来呢，我就会吃一些不健康的食物，那也是个问题。怎么办呢？我看看，还是去找找食疗师，看他有什么方法吧。其实想要吃到7分饱并不难，主要的话是我们食物的选择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食物的分量跟营养均衡。为什么要这么注重吃到7分饱？是因为如果我们吃的过多的话呢，可能就会导致我们摄取过多的卡路里，从而导致体重增加，也会增加我们的肠胃的负担。如果说呢，在下一餐之前呢，我就开始觉得饿了，我是不是应该忍到下一餐才吃呢？其实我们不鼓励这么做，主要是呢，当我们过度的饥饿的时候，我们会暴饮暴食，甚至会摄取一些更不健康的食物。然后再来呢，如果是长期这样子饥饿的话呢，也有可能会导致胃痛的问题。那如果说真的是忍不了的话，就应该是吃点东西，对不对？应该吃哪些东西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健康的零食或者是小茶点，就好比如说水果，或者是一些原味的坚果，或者是一些比较高钙质、高膳食纤维的饼干，它会让你比较有饱足感。通常呢，如果是一个点心的分量的话，我们会建议卡路里最好是低于300大卡，会比较理想。OK。那你是不是要给我们介绍怎么样准备健康的这个下午茶点呢？是的，今天呢，我们会准备的是金枪鱼墨西哥卷饼。首先呢，我们先来制作它的酱料。我们会用这个低脂的酸奶，我们可以放1/4茶匙的这个混合香料，然后再放少许的盐，然后我们就把它混合搅拌就行了。再来的话呢，要让那个酸奶酱更香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挤入一些柠檬汁。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准备好我们说要放在那个墨西哥卷饼上的材料。木妍，我发现到呢，你用了很多五颜六色的蔬菜是有用意的吗？是的，那我们特别选择不同的颜色，是因为我们建议每一天要摄取5种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呢，其实它可以提供不同的营养素和抗氧化剂，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然后再来的话呢，我们就要来做我们今天的主角金枪鱼。金枪鱼的话呢，就要把它混入在刚才我们所调配好的那个酸奶酱里面。这一份金枪鱼墨西哥卷饼，它其实可以提供大约245大卡的热量，跟17克的蛋白质。因为小茶点，我们的卡路里要少过大概300以下。是。哇，你看这个好像超级无敌大，你确定这是小茶点吗？是的。所以搭配起来呢，味道很好哦，很有口感。它的蔬菜也很丰富，所以这样子的话，膳食纤维很高。其实呢，这个小茶点呢，我觉得它的那个分量呢也刚刚好，恰到好处。吃了这个之后呢，我就下一餐不会暴饮暴食。对，所以还是要定时定量。日本人相信腹8分目，意思就是指吃饭8分饱呢，有助于养生。印度的传统阿育吠陀医学的饮食精神里呢，也鼓励人们保有察觉力，也就是根据自己的体质，按照食物的特性选择来吃什么，并不过量进食。虽然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饮食习惯，但是呢，都是建立在不过量进食的基础上。除了有好的饮食习惯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活动来达到养生的目的。就这样的一个养生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代谢功能。您是千惠吧？你好，你好，是我这次呢，就是为了这个江蝉蒸骨慕名而来的。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江蝉蒸骨玉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蒸排骨，然后再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呢，就想象到自己会不会变成像个烤鱼这样被裹起来，然后放进烘炉里面被烤。不过也很期待想了解到底它这个疗程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姜蝉蒸补呢的疗法是通过排汗的方式，将体内的风寒、湿毒及重金属从补缝中拔出来，借此来使身体的供血功能更加的通畅。所以你们是通过这个排汗的方式来达到这个养生的效果，对吗？没错，透过排汗使身体气血畅顺，强化各个脏腑，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保障脾胃能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吸收食物里的所有养分。我们呢使用了高原黄姜与良姜，再搭配了42种中草药，结合了日本的纳米透皮技术来发挥药性，就能帮助祛风湿寒了。那整个疗程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会将所有的材料加热，铺在铝箔纸上。你会躺在上面后，我们会将铝箔纸把你包裹起来。材料的温度大概是40到50度，整个过程大约在45分钟。那刚才呢，千惠有提到说他们这个材料里头呢，有用了大概40多种的草药，所以呢，我还以为说一踏进去的时候呢，可能会闻到这些草药的味道啊，可是呢，扑鼻而来的呢，却是姜的味道啊。过了10到15分钟过后那个热度和它的那个姜的辣呢，就渗透进了我的皮肤，开始有点胆怯啊。不过好就好在呢，他的那个护理师教我怎么样，如果说觉得太热的话呢，太不舒服的话，我可以动一下我的脚啊。整个疗程呢过来，可能我的汗腺不是很发达吧，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头上好像还好可是让我意想不到就是当我起来的时候呢，我的背是感觉到有点潮湿，然后呢整条裤子呢是湿湿的，而且在床上的那些姜之前呢碰它的时候呢它是属于比较干的，现在呢是全湿到完的，所以这也就证明了说，其实呢我是有排到汗而且把身体的一些湿气呢给排出来。那经过了这个疗程之后呢，我就感觉到精神呢非常的好，而且呢整个人感觉很清爽。可能就像千惠所说的吧，这个气血畅通了之后脾胃呢就能够更好的工作。中医师和食疗师都说过，在吃7分饱的基础上呢，食物的选择非常重要。我一直认为要吃得健康吃得好，其实在味蕾上面一定要做调整，而且呢还要做出牺牲。一直到我遇见了他。嗨，你好，你好，谢丽啊。你们的公司呢，主打的这个健康餐盒料理健康到来会不会有一点乏味啊？一点都不乏味。那我们的餐盒料理呢，都是我们一组营养顾问还有专业厨师设计开发的，吃饱过后一点都不会感到很胀，一样的健康，一样的美味。那你们是怎么确保餐盒呢它又高营养，而且呢又好滋味？首先呢，我们会尽量使用原型食材，就是一般不加工的食物，我们就可以避免食物添加剂或者盐分太高。我们会选择低脂肪的材料，煮出来的食物它的总热量就会比较低一点。料理方式呢，我们有蒸、炖、烤，那一来是可以保留营养价值，二来呢就是可以增加食品的美味。那煮过之后呢，我们也会用速冻的方式处理食物，那保留它们的营养价值，而且能够保持它的新鲜度。这是明天的午餐。对对，顾客收到之后，只要把它放在冰柜，那想要吃的时候就随时用微波炉加热就可以了。其实你看我们每个人都说要养生嘛，食物呢，我们就是吃的7分饱就好对。可是每个人的7分饱的定义可能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们在设计这个餐盒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个考虑在内呢？因为7分饱每个人的概念不同的，所以其实以热量来计算，是不是会比较标准一点？因为热量是要维持身体机能最重要的需求之一。我们在做包装的时候，必须精准的抓好每一个材料的那个分量，才会达到我们所讲的那个热量需求。那主要的热量来源就是蛋白质、脂肪跟那个碳水化合物。那么它们的比重还有它们的含量，你们是怎么拿捏的呢？那主要其实是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很重要，吃足够的蛋白质，你才能够补充身体的那个热量，也不会容易觉得饿。Shirley 把她的健康餐盒料理呢送过来了，羊肉咖喱口味的哟。我要再次验证一下，看看健康料理是不是一定就是单调乏味的。好了，
食物已经出炉了，而且那个香味扑鼻，有羊肉，让我吃一口试试看味道。很好吃哦，它味道，它虽然是羊肉啊，可是一点骚味都没有，而且它的味道很浓郁，而且肉质很嫩。那试试它的菜啦，口感还蛮脆的哦。这样吃下来的话呢，我应该能够吃得7分饱。吃完了之后呢，就有饱足感了。想要靠吃7分饱来养生，就不能够让脾胃有负担。吃这一盒分量刚好、美味又营养的餐盒，来满足我们生理还有心灵上的需要，对我来说啊，就是养生的妙方了。